活人殉葬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制度，这项制度已经消失了1500年。然而到了明朝，这个残忍的陋习却又死灰复燃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据《明史》记载，在太祖朱元璋崩逝之时，有众多工人选择殉葬。选择一词很有意思，就好像他们真的有的选一样。难道是咱们大明是民主社会，你们可以自由挑选一种死法的那种选择吗？清代学者毛麒麟在《同史11记》中记载了更详细的内容，说太祖朱元璋崩逝时，有46位妃子陪葬孝陵，其中约有10数人被迫殉葬。当时部分妃嫔被集合到一起，吃完断头饭后，便被太监带入乾清宫内。乾清宫门口，皇太孙朱允文站在一排排棺材前，等着与皇爷爷的伴嫁人们辞绝。高大的棺材像一张张血盆大口，要扑过来撕咬人。妃嫔们吓得放声大哭，仿佛只有这样，死亡的恐惧能减轻一些。在太监的催促声中，妃嫔们颤颤巍巍地登上木凳，有的甚至需要人搀着才能爬上去。等他们把头伸进绳套，太监们拉紧绳索，挪开木凳，一条条年轻的生命便从此消失了。这些不幸的殉葬女子被叫做朝天女，意思是无论生前死后都要献身于皇帝一人。朱元璋在采纳这一残忍制度的同时，也表现出了他作为君主的仁慈。他规定，参与殉葬的人在死后，其家人可以得到巨额封赏，殉葬者本人还能获得朝廷追封的谥号，家族也能得到爵位。但这些富贵与几十条鲜活美丽的人命相比，究竟孰轻孰重？今天的我们当然会觉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，但在当时的人看来，能为皇上献出生命，家族还能得到如此丰厚的补偿，无疑是一种牺牲小我造福全家的好事。在为朱元璋殉葬的宫妃之中，唯一得以免于一死的妃子是张美人。张美人位分不高，也不受宠，为什么能死里逃生呢？因为她是宝庆公主的生母。宝庆公主是朱元璋最年幼的女儿，公主出生时朱元璋已经67岁了。临近古稀之年老来的女，公主顿时成了朱元璋的心头肉。等到朱元璋撒手人寰时，宝庆公主才不到4岁。朱元璋念在女儿年幼不能失去母亲的份上，才额外赦免了张美人。然而朱元璋虽赦免了张美人，张美人却没有这个命，很快也去世了。因此也有人怀疑，张美人根本没有得到赦免，而是也被殉葬了。这样看，朱元璋连自己3岁小女儿的母亲也不放过，不可谓不冷血残忍。朱元璋开启明朝殉葬先河后，他的后代也纷纷效仿。明仁宗朱高炽虽然有人这个谥号，可谓大明举国上下公认的老好人，但老好人对自己的后宫却非常狠心，去世后也拉了不少宫人殉葬。除了皇帝，明朝王爷们去世也要求王府妃嫔陪葬。明正统年间，封王去世，封妃刘氏自缢；周献王去世后，7名妃子陪葬，甚至唐王世子去世，世子妃也要被迫自杀。这种殉葬风气越演越烈，连民间都深受影响，寡妻殉夫成为美谈，老百姓们纷纷效仿，不知道有多少无辜女子因此殒命。不过朱元璋并不是人殉制度的开创者，而是继承者。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最黑暗的时期，这一时期持续了近6个世纪，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被考古学者们披露出来，那就是商朝。孔子说，商人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礼，意思是说商朝人把神的地位放在人之上，所以为了取悦神，会进行残酷的活人祭祀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商朝还有人牲制度，也就是把人当牲口，祭祀的时候和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狗、鸡一起宰杀。例如河南安阳殷墟王陵区，至今已经发现了2000多座历代商王奉献的祭祀坑，平均每座坑内大概有10名人牲。另外，这些人牲还不只是奴隶和战俘，其中还包括了不少贵族。1959年，考古专家在安阳殷墟发现了一座编号为 H10 的祭祀圆坑，该坑中有一个竖4字鼎，上面有30个铭文，记载的是某年9月的丙午这天，商王在一座大宫殿里赏赐竖4子，或被20棚，竖4子因受荣宠，做了这个鼎。除了鼎之外，该坑中还出土了不少铜器、玉饰、
货币、丝麻之物、粮食等等。可见术四子在商朝称得上一个还受宠的贵族。然而他的家族一家73口，包括13名儿童，全部都整整齐齐躺在祭祀坑里，被商王当作人参给杀了，以祭祀祖先。不仅如此，商王杀人的手法还极其残忍。这73个人里，有人被砍头，有人被腰斩，有人被脚斩，有人被血斩，甚至还有不少人被肢解和烹食了。那么商王为什么搞人生制度，甚至要杀贵族祭祀呢？因为在商人看来，神灵和祖先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，用人的血肉祭祀就能得到神灵和祖宗的庇佑。而人生的数量和地位则代表着自己的诚意，数量越多，地位越高，便越能赢得神灵和老祖宗的欢心。就连后来推翻商朝的周朝，周文王他爹季历大概率就是被商王文丁当作人生给杀了，而周文王姬昌也差点成为商纣王的人生。随后姬昌的儿子姬发，也就是周武王起兵伐纣，发动牧野之战，终结了商王朝的统治。那么人祭习俗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了吗？令人意外的是，周武王攻入商朝首都朝歌的第2天，举办了盛大的受命大典。按照商人祭祀的传统，他把几百名纣王的亲信和大臣当作人牲压到祭台之上，要么砍掉手脚，任由其呐喊，要么投入沸腾的鼎中，任由其翻滚。在一声声惨叫之中，台下的众人竟然一时分不清，这个冉冉升起的新朝究竟是周还是商。直到2年之后，姬发去世，周公旦辅政改制，这种血腥残忍而又延续1000年的人生制度才逐渐告别了历史的舞台。到了秦始皇时期，祖龙嬴政建造了庞大的陵寝地宫，给他陪葬的则是成千上万栩栩如生的陶俑士兵。尽管这座陵墓的建造过程也凝聚了无数人的血泪，然而以陶俑取代活人殉葬，到底算是文明的进步了。自秦汉以后，华夏大地上基本见不到人殉了，比如朱元璋最崇拜的革命老前辈刘邦，死后就不曾让妃嫔殉葬。等历史车轮到了明朝，怎么朱元璋就要公然开倒车？具体原因史学界尚无定论，但大致分析起来，原因有3。其一，防止后宫干政。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留下了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，他在位期间确实没哪个小老婆敢头铁望一朝政，但朱元璋会怀疑自己死后他们也能这么安分吗？万一有了不臣之心，还有手握重兵的藩王作为外援，朱允文能抵挡得了吗？朱元璋的偶像是刘邦，然而汉高祖刘邦死后，老婆吕后不就迅速把持朝政，弄出了吕后之乱吗？在此之前，为了江山稳固，皇位无虞，朱元璋已经杀光了功臣武将，此刻再把后宫的老婆们带走，朱元璋也多半不会有心理压力。其二，晚年变态心理作祟。朱元璋天性雄才好杀，早年多亏有性格温厚宽仁的马皇后和太子朱标在旁劝诫，他的嗜杀冲动还能有所抑制。然而到了洪武中后期，马皇后逝世和太子朱标早亡，给朱元璋的精神造成极大打击。重创之下，他愈发变态，暴虐和攻击性达到极致，一口气连杀3万人，杀得首都人头滚滚的蓝玉案，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。除了滥杀功臣，后宫的嫔妃们也经常成为他施虐、发泄异常心理的对象。据史书记载，当时皇城的御河中发现一个堕胎婴儿，朱元璋便无端猜疑这是楚王之母胡重妃所为，亲手将她杀死，弃尸城外。3位已生育的后妃也在他的一次暴怒中同时被杀，并被抛尸城门外。他杀人的时候也似乎完全没考虑过，他的儿子眼见父亲杀了母亲，从此以后该如何在世间自处？至于第3条原因，则与元朝有关，因为元朝时殉葬制度就已经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，而朱元璋虽然是汉人，且痛恨元朝的蒙古统治者，但他毕竟生长在元朝时期，已经被不少元朝的习俗同化了。因此朱元璋恢复人殉，更多的像是一种对元朝的继承。这样来看，一个手握巨大权力的杀人狂皇帝，活着滥杀成性，死后重启人殉制，开历史倒车，
就是一种必然了。明朝这项残忍的制度，直到明英宗时期才被废除。明英宗朱祁镇在临终之前下令，用人殉葬，无不仁也，此事宜自我而止。明英宗朱祁镇一辈子好大喜功，却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，甚至因为整出了土木堡之变而遗臭万年。但就是这样一个论能力，在中国2000年皇权史上可以排倒数的皇帝，只因一条废除人殉制度，就足以挽回声誉，留名青史。他的不忍，更衬托乃祖的残忍。然而话又说回来，不残忍的朱元璋还能当上开国皇帝吗？